最近一項研究指出，赤藻糖醇可能同心臟病、中風有關係。2023年嘅研究顯示，血液中赤藻糖醇含量比較高嘅人，心臟病、中風同埋死亡率嘅風險大約係其他人嘅2倍。Oh no！ 咁你係咪要即刻抌晒你嘅赤藻糖醇呢？Hello， 大家好，我係 John。呢項研究嘅結論其實未夠清晰嘅，因為我哋嘅身體都可以自然產生赤藻糖醇。研究並冇講明呢啲人嘅血液中嘅赤藻糖醇係來自飲食或者佢哋身體自己產生嘅。仲有呢個調查係做喺高心血管疾病同埋高中風風險嘅人群，大多數已經患上咗心血管疾病，大約20%嘅參與者已經有心臟衰竭，接近一半曾經有心臟病發作，同埋有好多呢啲疾病嘅危險因子。咁又衍生咗另一個問題啦，點解呢啲高風險人群嘅體內產生咁多赤藻糖醇呢？原因係有好多慢性疾病、高糖飲食、血糖控制得唔好，會導致一個途徑叫 pentose phosphate pathway 嘅失調。呢一個途徑功能嘅失調會令到身體產生更多嘅赤藻糖醇。咁即係話，胰島素抵抗或者糖尿病越嚴重，身體製造嘅赤藻糖醇就越多。所以有可能係因為高赤藻糖醇引起高心臟病同埋中風嘅風險，而係調翻轉，係高心臟病同埋中風嘅風險而導致體內嘅赤藻糖醇水平高。咁過量攝取赤藻糖醇會對身體有害嗎？可能會，但係呢項研究冇俾我哋答案。咁直到2024年，仲有一組研究人員又發表咗一篇文章，呢一次係話食用赤藻糖醇會增加心臟病風險。佢哋俾20名健康嘅參與者，先俾佢哋空腹過夜之後，第一組就食30克赤藻糖醇溝水，第二組就食30克葡萄糖溝水，然後半個鐘之後抽血測量血小板，結果顯示第一組嘅血液中赤藻糖醇濃度增加咗1000倍。咁呢個唔出奇啦，因為頭先半個鐘前佢哋啱啱食咗好多赤藻糖醇啊嘛。然後研究員做血小板功能檢測，發現到赤藻糖醇嗰一組嘅血小板反應性比較高，令到血液更容易凝結，所以可以結論為，當血液中嘅赤藻糖醇濃度好高，心臟病同中風風險會增加。相關性。睇咗2個研究，我嘅睇法係，首先30克赤藻糖醇嘅攝取量係好高，但係如果你經常用赤藻糖醇嚟烘焙甜品，每日攝取量確實可能會達到30克。但係如果你只係加一啲喺咖啡或者奶茶入邊，係唔會咁高嘅。第二，佢哋只係喺30分鐘後測量血液中嘅赤藻糖醇，並冇觀察更長嘅時間變化。研究顯示，大約90% 嘅赤藻糖醇喺人體中會喺24小時內透過尿液排出。第三，其實有一啲研究提到赤藻糖醇可能具有抗氧化作用，可以減少發炎、改善血管嘅內皮功能。所以有一個假設係，人體增加赤藻糖醇嘅生產，可能係為咗對抗體內太多糖所帶來嘅負面影響。赤藻糖醇可以幫手降低氧化壓力同埋減少發炎。但係呢個就係理論，大家聽聽就好啦，冇當真。同時，頭先我所提到嘅2項研究，如果赤藻糖醇可以減少發炎、改善血管嘅內皮功能，即是話佢可以減低血管阻塞嘅風險。但係頭先講到嘅研究喺體外嘅實驗發現，如果血液嘅赤藻糖醇高，會容易凝結，確實令人有啲矛盾。所以我會建議大家以比較中立嘅態度嚟睇呢啲研究。如果體內嘅赤藻糖醇高，真係會增加動脈阻塞嘅風險，導致心臟病或者中風。咁對於已經有心血管疾病風險嘅人嚟講呢，或者應該大量減少赤藻糖醇嘅攝入，以免進一步增加風險。又或者唔好日日食赤藻糖醇，因為需要大約24小時先可以從體內排出。所以研究中存在不少缺陷。研究嘅結論只係相關性，唔係因果關係。但係佢哋揭示嘅潛在危險都唔可以完全忽視。赤藻糖醇究竟係好係壞，我哋目前無法去定論。凡事都係要適量。適量嘅意思係可以用嚟做代糖，加入咖啡奶茶入邊。但係如果用嚟代替淨朱古力或者甜品嘅糖分，咁就唔係適量啦。英文有個句子 The dose makes the poison， 意思話所有嘅化學物質，甚至係水或者氧氣，如果攝取過量都具有毒性。對於有心血管疾病風險嘅人，我建議小心控制赤藻糖醇嘅攝入量。如果你仍然有疑慮或者擔心，暫時停用會更好。過度焦慮嘅飲食都唔係一件好事。我哋知道食太多糖對血糖控制唔好，但係唔等於代糖就一定健康。代糖只係俾我哋避開真正嘅問題，即係我哋嘅味覺已經過於依賴甜味，甚至對糖分上癮。與其不斷尋找糖嘅代替品，
我更建議逐步降低甜度，比美國習慣更少甜。例如喺咖啡入邊加2茶匙糖，不如試下減到1茶匙或者半茶匙糖，甚至可以試下唔加糖，因為奶已經有一啲甜味。做甜品嘅時候，可以試下將食譜入邊嘅糖量減少30至60%。最重要嘅係學識配搭食物，掌握血糖控制嘅方法，並知道幾時享用甜品嘅最佳時間。呢個我喺課程入邊都有教，幫助你管理血糖、享受食物同埋改善健康。我想知道，如果你而家用緊赤藻糖醇，睇完呢條片，你會繼續用嗎？好，今日就講到呢度。如果影片對你有幫助，俾個 like、訂閱同埋分享出去。我哋喺下個 video 見，拜拜。